大家好，我是 Sarah， 又回到每周活动。今天呢有6个活动要跟大家分享。那最近天气真的都还不错，非常适合赏花的一个季节。所以首先第一个活动就是郁金香节啦。上支影片是跟大家分享在 Agassiz Harrison 附近的一个农场。那今天要介绍的是在 Abbotsford 的一个郁金香田。那这郁金香田一样非常的大，而且现在已经是满开的状态。那像这几天呢，天气都还不错，就非常适合去赏花。它也有卖郁金香哦，那5支是5块钱。那你买越多，好像就是越便宜，所以大家就可以把郁金香带回家欣赏。这个农场它其实有6个月呢，都是开放给大家去赏花的。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花会盛开，像是很像牡丹花的芍药，再来是薰衣草，还有向日葵哦。所以大家这几个月呢，都可以去这个农场赏花哦。这个农场呢，它其实是由荷兰的一位移民他所建立的一个农场，他们现在已经是第3代经营这个农场了。那大家想到荷兰，应该就会想到郁金香嘛，因为荷兰是非常大的郁金香的产地嘛。如果呢，你今天想要飞空拍的话呢，也是 OK 的哦。不过你要另外付门票，是10元的加币。那我觉得整个从空拍这样拍下去，一定非常的壮观。第二个活动呢，是我们即将在这周6举办的创作者的讲座。那首先呢，就是要先感谢 BC 省台湾商会一起举办了这场活动。去年5月27号的时候也举办过一场，今年的主题呢，主要是会集中讨论 AI 对创作者的影响，这也是我们非常好奇，就是听到讲者他们分享的内容。那我们的这场活动呢，是在4月27号的中午12点半就可以入场，那是1点开始，一直到5点半哦，就是一整个下午的活动。总共会有4场的讲座。除了讲座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座谈会，就是大家可以把你心中的所有疑问呢，都可以问这些讲者们，我觉得会非常有趣。那这个座谈会结束之后呢，还可以继续留在现场跟大家聊聊天，交流一下哦。那这个交流时间呢，也大概会有1个钟头左右。那在交流的时间呢，大家就可以享用点心啦。我们在活动上呢，也有提供很好吃的点心给大家，所以大家就可以边聊天边吃甜点。那最后呢，我们还会有个抽奖，会有星巴克的礼品卡，还有 Cutters Cup Cafe 的礼品卡哦。所以大家如果有报名活动，就可以抽奖啦。那这一场活动的门票呢，是30元的加币。那如果你今天是 BC 省台湾商会的会员，或者你是 BC 省青商会的会员的话呢，门票是20元。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场地呢，不是非常大，大约只能容纳50到60人左右。那目前剩下大概10个座位左右，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赶快点开这个活动链接啦。那我会放在说明栏给大家参考啦。非常期待当天可以看到大家啦，就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创作者的讲座啦。那第3个活动呢，是在 Chilliwack 的中央公园举办的一场 Party， 活动时间是在5月4号和5号这2天的时间。那这场 Party 呢，它是一个星际大战主题的哦，非常的特别。那5月5号这天呢，其实在墨西哥呢是有个节日，就叫做5月5日节。那这个节日它其实是庆祝墨西哥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场战役。那之后呢，就演变成墨西哥人他们的庆祝活动。当天呢，会有很多的餐车美食啊，还有 BC 当地的手工艺品市集，还有啤酒花园，还有一区是可以在里边喝啤酒的，可以去 Chilliwack 走走啦。那第4个活动呢，一样是在5月4号和5月5号这2天会有一个庙会的活动哦。这个活动会举办在 Burnaby 的天金堂。那天金堂外面呢，它就会有封街的一个活动，会有很多的台湾街头美食，还有一些表演啊，还有一些就是古早味的童玩可以玩。那我在上周呢，就有先去品尝了一下他们的台湾料理。那我那一天就吃了盐酥鸡啊，还有蚵仔煎是素食的，也非常好吃。那天金堂里面他们是供奉关圣帝君、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还有3太子等等的神明们。那天金堂的楼下呢，还有他们自己的厨房，所以这2天活动呢，这些街头美食呢，都是来自于天金堂的厨房。那他们其实已经举办过10几年的这个庙会活动了，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吃吃台湾的美食，还有去看精彩的表演啦。在加拿大呢，你真的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多元文化的一个融合，像是刚刚提到的天金堂嘛，它其实是在教堂里面哦，非常有趣。那信众也是来自许多国家，那像是有印度人啊、俄罗斯人啊。说到这些多元文化呢，如果你今天想要学习不同的语言，这时候就要推荐给
给大家一个叫做 Link 的语言学习网站啦，上面有17种多国的语言可以学习哦。那它是由会20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 Steve 所共同创办的，像是日文啊、俄罗斯文啊、中文啊都难不倒它，超强。还有广东话也会。它是如何使用里面的这些功能来学习这么多语言？那首先我觉得 Link 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你其实是可以自己掌握你有兴趣的主题来做学习的哦。透过浏览它的网站上的这些影片啊，可以在 Link 的论坛里面寻求一些建议。再来就是你可以上传自己喜欢的内容哦，无论你是从 YouTube 啊、Netflix 啊、Podcast 啊，或者一些新闻平台呢，都可以汇入这些影片到 Link 里面来做更深入的学习。想要了解加拿大的大小事，除了看我的每周活动之外，也可以看看当地的新闻。如果你是用手机汇入的话呢，你只要先打开影片，按下分享，找到 Link 的 App， 然后输入主题，储存，几秒钟之后，你就可以在 Link 的 App 上看到这则你汇入的影片的新闻内容。如果你是用网站版来汇入影片的话呢，你可以先 Google 找到 Link 的 Importer， 就是一个插件。那下载这个插件之后呢，一样呢，你到 YouTube 上打开你想要汇入的影片，点开它的 CC 字幕，再按下这个插件呢，就可以很快速的汇入到 Link 里面。那如果今天呢，你觉得这篇文章或者这个影片的内容有点太过复杂呢，你还可以使用它的简化功能哦。它是透过 AI 来简化内容，那可以帮你整理出精简版的内容。当然，你念久了呢，还是会有一点累嘛。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点开它的句子复习的这个功能哦。句子的组合啊，还有单字的练习啊，发音练习也很棒哦。你可以先按一次聆听这个句子，接下来呢，你再自己念出来，那它就会来帮你辨识、纠正你的发音是不是正确的。而且呢，它是可以免费注册的哦。如果你想要升级为付费会员的话呢，一个月只要13元的加币呢，就可以帮你解锁很多的功能，像是你可以无限上传喜欢的内容、有兴趣的内容和储存单字哦。大家可以使用我的这组折扣码，或者是我在说明栏会放上我的折扣链接，就可以享有最高35% 的折扣，帮助你适应这个多元文化加拿大。第5个活动呢是侏罗纪恐龙探索展。那这个活动呢，它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恐龙展，而且它是巡回整个北美的哦。那他们在5月10号到12号呢，会来到 BC 省来做展出。那里面有非常多栩栩如生的恐龙，像是棘龙还有霸王龙等等的。那这些其实都是经过一些动画处理的恐龙，会非常的逼真哦。如果你非常喜欢侏罗纪公园啊，或者是家里有小朋友非常喜欢恐龙的话呢，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参观这个展览。里面还有提供给小朋友可以乘坐恐龙的一个区域哦，还有弹跳屋，就是非常适合小朋友去玩。那这个活动的门票呢是2岁以上就是27.5元。如果呢你这3天都想要去的话，你也可以购买套票啦。那第6个活动呢是 City Fest， 这个活动呢是在5月11号会在北温的 The Shipyards 这个广场来举办。2002年的时候，他们当时是要庆祝这个100年纪念滑板公园所举办的一个小型的滑板比赛。那之后的每一年呢，就一直延续这个活动，然后越来越盛大。那今年除了滑板比赛和滑板表演之外呢，还会有结合一些当地的表演艺术家，还有视觉艺术的展示哦。大家最近假日呢，其实都不无聊，都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玩啦。最后呢，还有一个活动要跟大家分享，离现在还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活动，不过还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他们最近已经在贩售门票咯。这场活动呢，就是温哥华台湾妈妈室内乐团所带来的一个表演。这个音乐会呢，它主要是一个慈善音乐会，门票的收入呢会全数的捐赠给这个儿童重症照护中心哦。那我去年有去听过他们的音乐会，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他们每位妈妈们呢都非常有才华，而且据我了解呢，他们只要有空呢就会聚在一起练这些曲子，那真的是非常的有文艺气息。更多的活动讯息呢，也可以参考他们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都有他们的活动更新哦。好的，那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啦。那最后呢，一样是闲聊时间。那今天的闲聊时间就来小小分享一下我们上周假日做了什么事情。对 ，Whistler 就是在这个雪季我们买了10天的票，在上周终于是把雪票用完了。对，那其实我们当初在买10天票的时候呢，一个是因为比较便宜嘛，比较划算。
价差可以比你买单天哦便宜了快2到3倍左右的价钱，但是真的是要滑得非常勤奋才滑得完，因为我们就毕竟没有住得这么近。4月中我本来想说雪况应该会很差吧，结果我没想到其实还 OK 耶。之前在 Breakon 这座山呢，你要搭 T-bar 上去，然后再走一小段路呢才会到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冰洞呢，今年就没有了，好像是因为雪崩的关系，因为它毕竟是比较在高山的地方，所以它就消失了。但是那一段的雪道非常的宽敞，然后一样是很好玩，所以我们那天就主要是去滑那个区域，雪况就还 OK 耶，就是至少不是那种冰沙的感觉。回程要下山的时候呢，下半段基本上就是冰沙，就你滑一滑会卡住，但是呢，其实冰沙滑起来也是蛮有趣的。那我们滑完雪的那一天晚上呢，那我们就开到了 Portal Cove。那因为刚好有朋友订到了这个营地，那这营地非常的难抢。如果大家现在已经开始物色夏天要去哪里露营的话呢，你应该会发现 BC 省的这些省立公园呢，假日都非常难订，应该说一位难求。BC 省立公园的露营地呢，它是在4个月前你就可以先预定，像今天呢是4月20号，你就可以订8月20号这一天的营地。那你要在早上7点，它会开放8月20号这一天。但如果呢你是不一定要假日的话，其实平日呢蛮多的省立公园，你还是都可以订得到营地的，或者是呢有时候有人退订，然后你刚好去看到，你就可以抢到这个营地。我们去的这个 Portal Cove 呢，它之所以热门呢，就是因为它的营地呢，你就是早上起床是可以看到海的，非常的漂亮。那我们那一天呢，还有听到超级多的海狮在沿岸就是停靠发出的声音，非常的可爱。就是朋友们也都准备好了，就是我们有烤肉啊，然后还有煮泡面。那这也是我们在加拿大的夏天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反正今年就是也是很期待夏天的露营，那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你都订了哪一些营地呢？你有没有推荐的营地呢？那我今年要订的营地其实是比较想要订一些国家公园，夏天可能会往东岸走嘛，所以也是非常期待这些国家公园的营地啦。那今天的影片就这样啦，谢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周见啦。那也很期待可以在4月27号的活动见到大家啦，拜拜。